大家好，我是退役男神，今天比较闲，再给大家说一下关于中国房价的问题。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安徽合肥，一个地地道的二线靠后的城市。对于房价呢，我个人一直认为房价未来肯定是大跌的。我自己的认知是这样，有可能你跟我不一样的观点，请给我留言。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在中国房价因为捆绑着政府啊，包括国家的 GDP 很大一部分是靠卖地卖房来推动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如果房地产崩盘了，中国就没有前途了，所以国家和政府包括很多开发商也不会让房子降下来。其实我倒不这么看，怎么说呢？因为国家这2年一直在做产业的转型，而且对这种单一产业链，就是比如房地产这样的，不可能再大力推广。还有一点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负债了，中国的房子现在库存量是很多的，有调查说现在中国的房子已经够中国人居住了，但是怎么说呢？资源都站在少数人的手里，相对于广大平民，他是没有机会来去分这杯蛋糕的。就很多农村的，包括底层的工作人员啊，他是没有房子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房子现在被该跌，也不能够跌。但是现在全民负债的时刻，而且由于疫情之前，中国的消费就已经不足了，怎么能够让大家消费呢？第一，他应该有钱，他怎么有钱？现在人不肯花钱的原因就是他可能要还房贷，可能要还车贷，可能要养孩子，可能要赡养老人，他各种地方都要花钱，一个房价就已经给他压得喘不过来气了，他不敢花钱。就像我同学一样，他买了学区房200万，但是他每个月大概要还7000多，而且他首付也挺高的，每个月还7000多，他压力很大的，而且还有车，他基本上一个月，我们说地方话雷打不动，他都要花1万多，而且他还有孩子呢，所以他现在不敢随便辞职，不敢随意花钱，可能现在连看一个电影的钱，基本上都已经慢慢放弃。为什么？因为他花钱以后，他下个月可能还款的压力就很大，所以你让这些人再去消费，拉动内循环，你怎么可能呢？所以国家可能依据现在的情况，也出了新的规定，就是说以后城市对于卖地啊，它会统一进行几次的集中量放的土地规划，这一点可能对房价会有重大的打击。就是什么呢？明显的一点就是，如果开发商拿到这片地，因为它是集中放地的卖地的，如果开发商拿到这块地，他肯定马上就要建。他建的话，等他期房下来的时候，统一买卖的话，就面临着不是只有1、2家在售这个房产，可能那一批次所有的人都开发商他全部都在卖。这样的话，下面的老百姓他如果买房子的话，他就有更多的选择性，这是第一。第二呢，随着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中国政府相对于以前信息的透明度又提升了一个量级，所以相对来说比以前增加了透明度，所以这种房价的控制啊会降得很低，所以这一点也能够让大家对未来的房价预期会有更好的判断。所以说中国房价是不可能再增加的了。如果有万一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资源型，比如说学区、医疗环境越来越好的地段，可能是以后有资源型的竞争起来。因为有钱人嘛，
他更想着要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教育条件，而且在中国，尤其是这种2、3线城市，对教育划分的特别明显。像我这边就是，什么校区规划的很严格的，比如说你在那个学校旁边的地方住，可能你都不是那个学区的，而且每个学区的成绩啊，包括教育啊，有明显的不一样，差异化。所以我一直说，中国不应该搞这种学区房，就是把人已经限制得很死了，而且这样的话，你会对其他周边的教育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比如说他是体制内的编制老师，他在一个好学校，他就觉得竞争压力大，他会保持自己的学习啊，干嘛能够跟得上。但是如果你分配到一个非常偏僻，或者是在一个私立不怎么样的学校，他就觉得无所谓了。这样的话，只能变成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就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但是好的只有几个，并不是说你好的很多，很多人挂着其他的学区的抬头，比如说南门小学这边是最好的，但挂南门小学分校，其实分校很多是很差的，因为你毕竟只是分校，只是挂了这个名声，感觉很好听，然后为了卖房而卖房，挂一个抬头，其实觉得这样很不好。很多学校，众多的学区都已经沦为怎么说呢，特别特别差的校区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只能造成学区房价格更高，一般的地方可能慢慢的被压缩的就很便宜了。而且房价，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这几年的房价很多都是棚改来带动的，还有中国放量式的大水漫灌进行的，因为房地产最容易吸引资金的，这样也是造成了一方面的原因。棚改的话，就是以前的老小区，以前的城中村，就是大家说的贫民窟，但我们叫它城中村进行改造。改造完以后，他是把它拆了，直接补贴你，给你房子或者给你钱，再去买新房子。但现在很多城市他发的款已经不足让他再去建新的小区给这些人补贴了，他都是在原有的破旧小区的基础上进行维修，再进行加固。这样的话，这里面的原住民他就不会再得到拆迁款，这样的话也就造成了他不需要拆这套房子了，里面的人照样在里面居住，他不需要再带动让他们把这个新房子拿到，再去买新房子来带动市场了。这部分压下来以后，相对于城市房价不可能再起那么高的，不可能再起那么高的层次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可能有些人跟我的观点不一，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总结一下，房地产我认为不可能升高的原因，第一就是现在很多人沦为了房奴、车奴、孩奴，生活压力和生活成本不断加深，他没有钱再去高攀起高房价。第二就是现在很多棚改都已经停止了，不可能再有那种瞬间就拉动一个地方的市场。第三就是现在出的新的政策，就是统一规划土地的问题，一下给你放量下去，会造成人民心理的预期和可选择性的房子越来越多，所以不可能够得到更大的房价的提升。你怎么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观点有差，或者你认为房价如果还会涨的原因是什么，请给我留言。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请大家给我点个订阅，谢谢你，感谢。